女人只是不经意间剪断了一段领带，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巨大商机。她发现这身男士的穿戴如此宽松自在，再也不用像妇人们一样被迫套着紧身的束腰，就连坐到地上都只能卧倒才能喘上气。但他们依然惦记着优雅，生怕漏掉了任何细节，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也要侧过身子并拢着双腿去陪男人们骑马。看着这些人如此疯狂，刚回到卧室的香奈儿立马就找到其中一个女人攀谈，可对方却反过来劝告她。这些话瞬间让香奈儿清醒过来，直到女人对帽子感兴趣后，她又赶忙为对方取下花里胡哨的礼帽，换上了一顶简约的小圆帽，更加小心地了解女人的需求。原来他们通过身上的每件装饰来彰显一定的身份和地位，而香奈儿简洁的穿搭恰巧让身为时尚演员的米莲眼前一亮。但在为她去除胸前的装饰时，深入骨髓的观念又令对方有些退缩，似乎并不敢挑战大众的审美。可香奈儿还是从短暂的接触中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件可行的事，她还想继续推销自己。可这时门口传来男友巴尚的嘲讽，只觉得这样做会自降身价，哪怕米莲想为香奈儿说点好话，当即就被对方带走了。被丢下的香奈儿并没有气馁，内心反而有些期待了起来，因为现在的她还是无处可去，只好投奔巴尚的一个情人。平时就连像样的一件衣服也没有，只能找到他的西装应付各种交际活动。而让香奈儿苦恼的是，巴尚竟要求他2天内必须学会骑马，明显对方在逼迫自己尽快离开这里。这也让香奈儿彻底认清了现实，他的生活根本没有改变。自从未婚先孕的母亲去世后，12岁的他和妹妹便被浪荡的父亲送进了修道院，原本艰难的家庭瞬间也没了。突然间来到这里，他和妹妹备受其他孩子的孤立，再加上生活中也满是打骂和饥饿，导致他每天都期盼着父亲能回来带走他们，但结果却只能一次次看着其他孩子被接走，到最后就这么熬过了5年。既然没了依靠，那他也只能早早的带着妹妹外出闯荡。白天他们就在服装店里缝纫衣服，学习一技之长，顺道接触一些社交礼仪，晚上便接着去酒吧驻场。但每次上台前，他都胆怯的暗自鼓劲，才勉强带着妹妹上台唱歌取悦顾客。然而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嗓音，来这的人也只是冲着2人的年轻和美貌。他们在被调戏中收取微薄的打赏，但很快妹妹就在这里认识了一位军官，2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，并且还为香奈儿介绍了一同前来的巴尚。他是一个刚退伍的军官，马上就要回家继承家业。起初香奈儿对这个花花公子并不顺眼，也不会像其他陪酒女一样的阿谀奉承。或许是这份与众不同的态度吸引了巴尚，不仅主动帮香奈儿完成了业绩，还准备托关系让他面试去巴黎唱歌。香奈儿也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，对方一定有能力帮自己摆脱困境。正开心的和妹妹分享时，可这一幕却被老板发现了，当即又逼着他们出卖色相继续陪酒。香奈儿只是不服地怼了一句，老板竟直接辞退了2人，而转身让一旁的新人代替他们出场。突然失去了主要收入，这也导致香奈儿悄悄偷走了2套裙子，只为回到家里继续排练。他们一心想着去巴黎成为赚大钱的演员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唱歌跳舞的天赋。而已经疯狂的巴尚更是找到他们工作的服装店，让香奈儿看到了一丝希望。没想到仅仅怠慢了一下，顾客就立马责备了起来。香奈儿又默默低下头继续工作，这一刻完全没有了刚见巴尚的那份傲气。直到下班后，他便精心打扮一番，甚至穿好了偷来的演出服约会。第一次接触上流晚宴，他并不懂得任何餐桌礼仪，只能通过全程喝水来掩饰尴尬。即便巴尚同情他是一个孤儿，香奈儿也倔强地伪装成父亲只是出国挣钱的样子，完全不愿博取他的怜悯。为了得到面试的机会，随后更是没有扭捏就和巴尚在一起了。本以为他和妹妹能够迎来全新的开始，没想到妹妹相信了男友的求婚，2人即将搬去巴黎生活。当即香奈儿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，他并不信这些男人会不顾家里迎娶一个底层的妻子，但妹妹早已厌倦了这种生活。听到这句话，他无奈地把所有的劝告咽了回去。次日一早，只剩香奈儿一个人自信满满地站上舞台表演，唱着那首在酒吧大受欢迎的歌曲。完全没有想到，那些本应该出现的赞赏却一个没有，就连巴尚也颇为尴尬地意识到他似乎只会一首歌。最终碍于情面的经理忍气叫停了这场闹剧。香奈儿不知所措地呆立在舞台上，经历过这一次的失败，彻底让他放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以至于巴尚主动邀请他去下一家面试时，香奈儿依旧一脸冷漠，自觉无趣的对方当即找了借口要回巴黎，然而他也就多挤出了一点笑容，而后又默默低头缝起衣服。此时的妹妹早已去了巴黎，原本相互依靠的生活只剩下她在苦苦支撑。回到家后，香奈儿翻出多年的积蓄，这一刻她的心情又瞬间跌到了谷底，只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暗淡。终于她下定决心打开了皮箱，然后开始收拾起仅有的衣服，又特意带上了一套针线工具，开始了一个疯狂的计划。然而当她自信满满的找到巴尚后，对方的反应却有些迟疑，似乎并不想让一个外人打扰。但香奈儿还是从对方的巨大庄园中看出这里一定是不缺好看的女人，意识到这点，她立刻做出解释。J'ai ma sœur qui habite pas loin, pas chez elle. Alors je me suis souvenu que toi aussi t'étais dans la région. Elle est pas dormir à la gare. 这些话成功引起了对方的兴趣。作为拥有大把财富的商人，巴尚最担心遭到纠缠，而恰巧香奈儿一贯的与众不同，当即让对方卸下了防备。
竟特意为他安排了最大的房间。很快他就被四周的装饰吸引住，成了巴上的一个情人。但香奈儿并没有任何所求，恨不得整日待在屋里看书学习，完全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围着对方转个不停。哪怕巴上想和他分享最爱的养马和赛马，也得不到任何回应。终于他忍无可忍地通知香奈儿自己的朋友即将到来，只能答应他再住上2天。香奈儿才意识到自己如今的身份，于是他不得不穿着裙子也要登上马背，一遍遍练习着技巧，接着又急得扯开束腰大口喘气，甚至抛弃了女士骑马的方式，毫不顾忌地放开马儿狂奔而去。但他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。等到晚上巴上宴请宾客时，香奈儿又像宠物一样偷偷看着他们享受丰盛的晚宴，却小心地躲在厨房里和佣人吃起了剩饭。然而巴上却连看都不看就径直离开了，甚至管家也敢给香奈儿肮脏的一条餐巾。Oui, mademoiselle. 听着对方略带轻视之意的话语，香奈儿自尊心顿时受到了打击，但他并没有过多计较。他知道良好的心态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第2天又照常和巴上去见识了上流活动，可依旧无奈地发现，为了打发自己去观看赛马，对方当即给了香奈儿一些零钱，甚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巴上就已经跑到了看台上。只因香奈儿见不得人的身份，也只能在外围第一次接触到上流活动，但平时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他立刻忍不住打量起妇人们的样子，可这一幕却没有让他羡慕，反而看出千篇一律的裙子加上各种配饰，完全丢失了美感和舒适。观察中，他又欣喜地看到了妹妹，同样也被留在场外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妹妹还是成了一个情人。但两人这时却默契地说着全新的生活，努力展现出光鲜的一面，只是让香奈儿更加迫切地要干出一番事业，来改变两人的命运。但回到城堡后，他又不得不面临离开。看着一行人悠闲地出去骑马，和身旁忙碌的仆人形成鲜明的对比，香奈儿知道，如果再不主动争取，恐怕自己今晚将无处可去，更不想投靠妹妹暴露出自己的窘迫。很快展开了疯狂的尝试，先是打开巴上的衣柜找出了一件西装，然后经过一番装扮，便骑上马径直冲向了对方，只为争取一个留下的机会。 Qu'est-ce que tu fais sur un cheval? Depuis toujours, j'adore les chevaux. 这件事成功引起了巴上的兴趣。由于香奈儿的主动示好，再加上米莲对她的独特穿搭很感兴趣，这一次香奈儿赌对了。到了最后，他甚至还用简单幽默的回答，让众人开怀大笑起来。不仅成功的留下，还接触到了巴上的圈子。接下来，香奈儿又趁热打铁向他请教了骑马的技巧，很快就增加了巴上的好感，甚至还为香奈儿准备了晚宴的长裙。但他并没有因此放松，对着镜子一番打量后，他又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机会，再次马不停蹄地剪掉自己的一件衬衣，然后在老旧的裙子里重新缝上领子。当他穿着这件简约的衣服再次出现后，巴上也被他的创意吓了一跳。没想到香奈儿竟不愿意接受自己赠送的华贵裙子，还故意将它当成了窗帘挂在窗台上。然而米莲却再次被他的穿搭深深吸引了，本想着让香奈儿设计一顶帽子，不经意间又特意增加了一套衣服，殊不知这也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这时一旁的巴上却注意到，他的朋友们似乎也对香奈儿的身份很感兴趣，可能是由于长期受到奢靡的生活影响，导致巴上的内心越来越病态化，只是为了让活动增加一点趣味，就毫不在意香奈儿的想法，强行让他唱歌。 Sinon, plus de cheval et je la mets au pain sec et à l'eau. 哪怕香奈儿满脸抗拒，却不得不接受巴上的无理要求，成为人群中的小丑，被迫遭到了所有人嘲笑。不久后，这里就成了另一个低俗的酒吧。香奈儿才意识到，他依然无法逃离这种生活，最后自己还会一点点沉沦到奢靡中。这一刻，他陷入了迷茫。等活动结束后，他就独自看着窗外一直发呆，但一旁的钢琴声却吸引了他的注意。随即，他发现了正在弹琴的英国绅士卡博。在短暂沉迷后，最终香奈儿再次失望地离开了，寄希望在书上能找到出路。这时卡博似乎早有预料一般，竟为他推荐了一本不一样的书。 Vous êtes élégante. 在这里第一次受到夸赞，这也让他有点不知所措，立刻拿起书看了起来。为了进一步讨好巴上，他甚至主动骑马和男人们打起了马球，同时也抓住了难得的社交机会，逐渐取得上流的好感和欣赏。卡博也被他的与众不同吸引住，趁着香奈儿清理马时，又特意接近他，展示出与众不同的关怀，让他意识到自己曾经丢失的真名香奈儿。虽然短短的几句话，但还是让他的内心蠢蠢欲动起来。然而巴上没有意识到香奈儿的改变，只觉得一个平民出身的女人，却能同时受到上流圈女人和男人的关注，无疑彰显了她独到的眼光，不禁像玩偶一样，毫无顾虑地当着卡博的面刻意炫耀起来。不过这一次有了意识的香奈儿，终于忍无可忍地逃离了这里，甚至还拒绝了晚上的社交活动，只觉得依靠自己工作也能出人头地。于是他彻底爆发出来。 On t'enlève ton fric, tu deviens quoi? Tu l'avais rafilé ta joyeuse bande de fêtards. 等到第二天一早，香奈儿便带着行李去剧院投靠了米莲，想要通过她的帮助找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。这也导致对方吃惊了好一阵子。原来他的年龄太大了，并不适合学习表演，而如果成为一名裁缝的话，在巴黎还是有很多的机会，而且香奈儿也有很强的天赋。可他却是从这种毫无机会的工作中刚逃离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能够成为其他男人的情人。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能被巴上喜欢。香奈儿听后心中一阵狐疑，最后只能厚着脸皮再次回到了庄园里，径直走到巴上和其他人聊天的桌上。此时他的朋友立马全部起身，对着香奈儿恭敬地打了一个招呼，
瞬间让他由忐忑不安变成了不知所措，不经意间看向巴尚。Bonjour. Tu as faim? Des muffins. 似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对方竟主动示好，香奈儿反而被吓得沉默了，同时更加意识到他必须依靠对方才能有机会改变。不过很快香奈儿就发现，原来这一切竟是卡博的帮助。同为私生子的他总能敏锐地捕捉到香奈儿的胆怯、拘谨以及骄傲，甚至能够清楚指出他的迷茫。香奈儿意识到这是一个能帮他的人，但他知道这些还不够，他急需一份真正的事业来改变现状，随即便沉下心来做起了设计，为米莲打造出一套全新的衣服，以便通过他的影响力吸引来更多的富人们，积累最初的客户。可对方一开始却对这种简洁的风格极为不适，完全不敢穿出去见人。在香奈儿的一再坚持下，他还是极不情愿地反馈着意见，而香奈儿穿着西装却毫不在意。他逐渐展示出自己的自信，再次配合巴尚出席这种荒诞无聊的活动，却忍不住留意起一旁的卡博。两人在舞会上都显得格格不入，但香奈儿又对他的搭讪装出冷漠的样子。他很感激巴尚的知遇之恩，即使他对自己并不尊重。没想到巴尚竟在宴会上乱搞关系，这件事直接戳中了香奈儿的痛点，对巴尚彻底失望了。最后独自躲在角落里发呆。即使他的设计受到了米莲的大力夸奖，香奈儿也自顾自地打听起爱情的感觉。fait mal, ça fait mal, ça fait mal, hein? 似乎得到了答案。随后他主动找到即将离开的卡博，两人躺在树下聊到了第二天。没想到卡博甚至冲动到要借香奈儿出去玩，巴尚却想也没想地答应了这个疯狂的请求。也许他的身边并不缺女人，于是香奈儿有了外出机会到海边散心。就在享受这份惬意时，他又不禁同情起一旁的富人们，原来他们就连在外游玩都要全身穿金戴银，还要戴着繁重的帽子，甚至套在身上的束腰都被挤得严重变形了。这也让他对自己的事业有了很大信心。卡博默默欣赏着他的商业头脑，当即带着香奈儿去了裁缝铺，任由他的感觉定做一条裙子来参加舞会。而至于会不会丢脸，卡博也并不在意。然而只是店员的一句否定，原本自信满满的香奈儿又变得自我怀疑起来。但卡博依然在鼓励他。看到这一切，香奈儿终于下定了决心，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体，而不是谁的附庸。果然，一身独特的黑色礼服让他惊艳了全场，轻盈优雅的动作完全把一身束缚的女人们比了下去。他甚至意外看到了海员特色的格子衫，瞬间又涌现出新的想法。两人就这样开心地度过短暂的日子。而此时从不在意香奈儿的巴尚却后悔了，看到他们亲密的样子，竟偷偷找到了卡博，但已经无力改变这个结果，只能有意无意地对香奈儿揭露他的真实面目。但香奈儿早已沉浸在喜悦中，不仅按照计划做出了水手服，还凭借帽子成功地挣到了不少钱，这也导致他整个人重新有了离开的自信。就连对方制造的惊喜，把最喜欢的马儿送给他，香奈儿也并没有接受，一心只想离开这里出去闯荡。可巴尚却出乎意料地告诉他，卡博即将结婚的消息，彻底打破了香奈儿心中美好的幻想，以为这一次巴尚又是故意想看他笑话，一气之下摔门而去。巴尚却待在门口，还想继续安慰他，但这件事并没有轻易让香奈儿陷入沉沦。他的帽子受到了越来越多富人们的追捧，米莲甚至也带来工厂的设计师加大产量。就在他对自己的发展陷入迷茫时，再次听到楼上熟悉的钢琴声。卡博在简单的寒暄过后，就将话题转移到了香奈儿的未来规划上，鼓励他能勇敢地离开这里，即使嫁给巴尚，也只会困在庄园里埋没他的才能。现在香奈儿需要相信自己，只要他愿意创业，卡博不仅可以提供足够的资金开店，并且他们还能够利用积累的人脉迅速带来订单，或许两人还能因此垄断整个行业。这次机会无疑能让香奈儿真正摆脱依靠男人的现状。明显对方早就看穿了他的内心，而且香奈儿从小的经历也导致他坚定的不愿意嫁给任何人，并且包括了卡博。香奈儿不想像母亲一样的痛苦生活着。Elle est anglaise. C'est la fille de... 真正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他还是有了巨大波动。或许是对从未得到的父爱还有一丝遐想，让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决定。可就连卡博都是混迹名利场的人，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，香奈儿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想要出去干一番事业。即便巴尚最终开口向他求婚，而香奈儿的决心也根本没有动摇。他宁愿赌上一切，奔向全新的生活，同时也不想丢掉巴尚的这份助力。J'ai peur. 他一直很感谢着对方的关怀，也对自己的过去做出告别。就这样，香奈儿在巴黎开了第一家帽子店，这里时尚汇集，能够尽情施展他的才华，整个人也彻底蜕变了。在设计上大胆去掉繁冗复杂的蕾丝边，这种简约的想法很快受到了大批富人们追捧。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，他还请了演员米莲的大力宣传，而香奈儿则设计出更多简约中性的款式，满足顾客的个性需求。于是在长久的束缚下，突然涌现出的风格瞬间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借此机会，香奈儿也很快还上借卡博的钱，虽然对方并没有接受，但他却不愿意欠下一点人情，只想追求一种平等的关系，也开始尝试开车。香奈儿的改变纵然离不开他的2个情人，但他知道这个时代女人想要得到结果，并不能只依靠努力。就这样，他过上了想要的生活。他的设计不断通过更多演员在舞台上的展现，迅速扩散开来。然而就在香奈儿自以为前途将一片光明时，却突然得知了卡博开车出了意外。当晚他和巴尚就连夜赶往现场，最终只看到了汽车撞倒在大树上。没想到香奈儿还是错过了这段感情，
仿佛被生活狠狠打了一个耳光。但回到家后，她并没有消沉，反而又开始全身心的沉浸在设计中。这一刻，香奈儿再也不敢松懈了。她知道少了卡博这个助力，自己必须要尽快站稳脚跟，绝不允许有任何意外，独自忍受着无尽的痛苦，同时也在迸发出新的创意，并且还在不断延伸出新的产品种类。完全舍弃了奢华以及让人感到束缚的装饰，将女性服饰的舒适和柔美一并考虑得淋漓尽致，让女人从传统的繁复刻板的裙装中解放出来，不再将迎合男人作为衣服的目标。她过去所有的经历都成了灵感，并将想法都融入品牌元素中。她屈膝而坐，双眸里是幸福下的孤独，自信后的期待。香奈儿一心追求着与众不同。骑马时，她会穿上了男人的马裤；参加宴会时，她穿着用窗帘缝制的礼服出场。在保守的19世纪的大街上，宴会里就这样随处招摇着。